个小小女仆摇身一变成为宠妃，死后地位比正妃藩王还高的故事，你听过吗？我们都知道不少爱妾贱妻的故事，比如唐玄宗与杨贵妃，但这都是些生前的宠爱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不一样的，他生前得到了藩王的殊宠还不够，死后的墓葬规格更是超越正妃与藩王。要知道，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封建年代，不说妻与妾的地位悬殊，就是扶为妻纲这一规矩就能压死不少人。同时，他的墓室里还藏了不少珍贵的文物，就连墓室墙壁都比正妃和藩王还要精致。他到底是谁？又有什么特殊之处，才会让权力无上的明朝王爷为他着迷？本期视频眼见古今，带您一探究竟。2018年，山西财经大学打算建设东山新校区，当地考古人员以预防为主，保护第一的原则，在校区建设前就进行了提前勘探。考古人员的提前勘探可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在此之前，这个地方也就是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岗头村，就已经流传着村头有王墓的说法，并且听说王墓还不止一座，其中明代第一代进发王朱刚的墓葬就已经被发现。这一勘探不要紧，竟然真的让他们发现了3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墓葬。考古队员纷纷感到惊喜，不禁开始猜测起这3座墓是哪个年代的，墓主人又会是谁。根据资料调查，明洪武3年，也就是公元137年，那个时候朱元璋一统天下，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朱家天下，害怕内部争斗，于是将家族成员分封到各地担任藩王。而山西也就是晋藩的所在地，多代晋藩王在此沿袭。同时，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可以得知，在距离新发现的这3座墓葬的2000米远处，发现了第一代晋藩王朱刚的墓葬。种种线索都将3座墓葬的年代指向了明朝，并且墓主人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哪个晋藩王及其家属，可究竟是谁还不得而知。之后，考古人员又仔细翻阅史书，终于又发现了一些线索。史书上显示，晋端王通情达理，十分孝顺，但没有子嗣，去世时只有45岁，最终埋葬在岗头村西南。并且就连当地的地方史志也记载，明代的晋端王墓在岗头村西南，端王妃墓在岗头村村南。可是从地理位置上看，这3座墓葬位于岗头村和东风村偏东的位置，与史籍中记载的晋端王的墓葬位置并不一致。这怎么还不一样啊？这可把所有热都搞蒙圈了，考古人员不由得一头雾水。虽然考古人员并不清楚墓主人确切的身份，但他们猜测这3座墓葬中很有可能其中一座就是晋端王的墓葬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就只能慢慢发掘了。在后面的考古工作中，经过勘探与观察，考古人员将这3座墓从左到右分别编了序号，并将其命名为1号墓、2号墓与3号墓。此时此刻，3座墓都开始了动土。由于2号墓曾经被严重盗扰，再加上农民年复一年的用水浇地，导致2号墓封土板结极为严重，尤其事后是损毁明显，工作人员没有办法，不得不先对2号墓的后事进行抢救性发掘。一般来说，墓室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棺椁，并且还存放了许多珍贵的文物，或是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器物。但考古人员瞧了瞧这些被盗墓贼侵犯留下的痕迹，狠狠捏了一把汗，很是担心墓葬后世棺椁和随葬品的保存情况。要是什么都没有留下来，这真是考古界的一大损失。顾不得想太多，每一个考古人员都只能听从指挥，按部就班地进行淤土清理工作。随着淤土被渐渐清理出来，一些棺椁遗物也随之显现。考古人员喜上眉梢，心想这些天的工作终于有了一点成就。根据考古规定，为了保护棺椁及其里面的随葬品，考古人员一般会将木棺从墓室中整体提取出来，这个方法也叫做套箱提取法，也就是先用木板将棺椁的四周和底部封装，在橡木棺里填充泡沫。这是因为棺椁在提取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一些磕磕碰碰，
为了保护棺椁里面珍贵的文物，才会用填充泡沫这一方法来减少冲击。做好以上这些步骤后，考古人员会将固定好的棺椁整体移出墓室，再带到地面上的实验室进行清理和保护，整个套箱提取工作就完成了。棺椁被移走后，棺床就显露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土包石的结构，外围用青石拼接垒砌，侧面标有图案。即使过了千百年，这些图案都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的模样。除此之外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石函，但石函内已无器物留存。虽然考古人员已经做好了没有器物留下的准备，但内心其实都还是抱有一点小期望。只是这点期望也破灭了，不禁让人感到一点头疼。随后考古人员将目光转向棺床，这个棺床很特别，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精致华丽，又或是造型独特，而是因为它极其宽大，能够容纳2个人。这似乎是2个棺位，难不成这是一座合葬墓吗？那合葬的这2个人是谁？会是晋端王及其王妃吗？可眼下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向他们的身份，考古人员也只能带着新的疑惑继续考察。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，希望能在一片狼藉中找到有用的线索。忽然，他们发现了一件金冥钱。冥钱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，它呈圆形，中间有一个方孔。而在冥钱中，最为珍贵的当属金质冥钱。能在墓葬中发现金冥钱，能说明墓主人身份绝对不一般，这对考古人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收获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发现了一枚戒指。这戒指也不简单，直径约2厘米，界面宽约0.2厘米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材质。戒圈与戒托是黄金打造而成，而戒托之上镶嵌的是一颗巨大红色宝石，两侧则为晶透的蓝宝石。这几颗宝石虽光彩不复从前，却还是能看到它尚未下葬时的闪耀夺目。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绝不仅仅于此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不少精美的玉制品。首先是一件玉饰，白玉质地，极为精润，小巧精致，就像是人们今天佩戴的珍珠耳环一样。这似乎是一件女性用品，难道这真的是一座合葬墓？发掘还没有结束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乳白色的长方形玉饰，内部镂空雕刻出花纹图案。这座墓葬发掘出了金、玉、宝石，透过这些器物，考古人员似乎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和尊贵地位。但令考古人员感到困惑的是，既然墓葬中出土了女性饰品，棺床又那么宽大，这里会是他们想的合葬墓吗？根据已有的史料，在明代的墓葬中，藩王一般与王妃合葬在一起，其中女性饰物以金玉宝石等材料为主。同时，根据考古资料可以得知，在湖北钟祥明代藩王梁庄就是与魏妃合葬的，他们的墓葬里面就存放有不少镶有宝石的配饰。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考古人员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散乱的人骨，于是这些人骨被送到实验性检测。现代科技可以根据骨头检测出死者的年龄与性别。最终的检测结果也令考古人员感到兴奋，这些人骨来自2个个体，一个是男性，一个是女性。不仅如此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这次考古人员是先发掘的墓室，墓室清理完毕后，便倒回去清理墓道。由于墓室封土板结严重，考古进程异常缓慢。但经过不少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努力，2号墓的墓道终于清理完毕。而他们也见到了他们想要的直接证据，也就是墓志。墓志是用来记载墓主人的生平信息和一些下葬事项。根据墓志记载，这座墓就是晋端王的墓葬，上面写到嘉靖12年11月16日葬于港头之原。与晋端王埋在同一墓穴的，也就是他的正妃殷氏。墓志记载，殷氏与晋端王同一年出生，晋端王继位的第5年，殷氏被册封为王妃。在与晋端王相伴15年后，殷氏去世，多年后晋端王也下葬于此。随着墓志的出土，墓主人身份得到确认，至此
2号墓的发掘工作到此结束，而接下来3号墓的发现让现场工作人员无不感到诧异，一位被王爷宠上天的小妾墓里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？我们来看3号墓，依照正常的发掘程序，考古人员事先清理的3号墓的墓道。同样的，这次发掘过程也非常顺利，考古人员在3号墓的墓道也发现了墓志。墓志铭位于墓道北壁的上方，在距离墓门2米左右的高处，放置在一个壁龛中。考古人员欣喜地做出了墓志铭的拓片，并且根据墓志铭的内容，他们知道了这是晋端王生前十分宠爱的小妾，名叫苑氏。这位苑氏究竟有多么受宠呢？在接下来的发掘过程中，考古人员为我们一一揭晓。然而，不同于3号墓墓道清理工作的简单，3号墓的墓门极难打开。这些墓门都是由青石制作，高度甚至超过了成年身高，想要打开它并不容易。这便是晋端王为保护自己宠爱的小妾设下的第一道关卡。可以看出，这位王爷不想他为自己的爱妾建造的墓穴被人打扰。可现在这难搞的墓门也阻碍了考古人员探究的脚步。经过讨论后，考古人员决定先拆下东边那扇门，为了防止木门倾倒，考古人员还用木头做成楔子卡在木门底端。可木门十分笨重，即使考古人员咬紧牙关，青筋暴起，木门也只是挪开了一点点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所有人拼尽全力，木门终于被移开。这可费了不少力气。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考古人员以为打开木门，迎接他们的会是宽敞的墓室，没想到木门移开后，后方竟然还有一组用青砖垒砌的封门墙。考古人员没有办法，只能一点一点地将青砖取走。看到这，小编不禁感叹：现有父母爱子，为之计深远；古有王爷宠妾，为之计朝夕。考古人员顺利进到墓室后，满怀期待的心情瞬间被水浇灭了。原因无他，而是因为这座墓葬终究还是被盗了。沿着盗洞漏下来的土，在墓室中甚至形成了一个土堆，墓室里一片狼藉，完全看不出当初的模样。千防万防，没想到晋端王还是没有防住盗墓贼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为了也不放过任何细节，考古人员选了一种最为保险的清理办法。他们用丝线将墓室地表划分为多个方形网格区域，按照网格的顺序来推进清理工作，以达到最佳的清理效果。清理工作不断深入，考古人员终于在中室的东西两侧发现了保存较为完整的彩绘墓俑。这些墓俑身体上绘有彩绘，手部姿态各异。由于墓俑在墓葬中很难保存，因此它们显得尤为难得和珍贵。这些墓俑被固定在了一块木板上，站立有序，就好像一支仪仗队伍。没想到这位宠妾死后，晋端王也希望她保持原有的尊荣。更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，考古人员还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发现了真正的纺织物饰品。经过千百年的腐化，这些丝织品腐烂较为严重。为了不破坏这些随葬品，考古人员只能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薄膜垫在纺织品下，再将其整体提取出来。打开棺材之后，里面依然一片狼藉，却不见人骨。不过考古人员还是发现了一件纺织品，随后很快展开了提取工作。由于纺织品在墓葬中已变干变脆，于是工作人员先是用纯净水润湿纺织品表面，再用宣纸包裹纺织品，慢慢地从棺板里脱离出来。虽然被清理出来的纺织品不见当年精美模样，但一些纹饰还能清晰可见。考古人员推测这应该是某些高等级的服饰。但令人稀奇的是，考古人员还在后室东侧的壁龛中发现了2个器罐，罐子里还留存有许多的颗粒物。考古人员上前摸索，这些颗粒物有点像是未腐烂的粮食。奇了怪了，墓室里怎么还会有粮食？但他们也不能下结论，并将这些颗粒物送进实验室检测。检测结果显示，这些颗粒物是属何素，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小米和黄米。根据考古人员考察，墓室里面应该是有5骨罐，只是现在保存完整的只剩下2个了。这就有些奇怪了，
既是宠妾，为什么要选择一些不值钱的粮食？或许晋端王确实随葬了不少珍贵宝物，只是被盗墓贼洗劫而空了，而这些粮食也大有深意，又是纺织品，又是粮食，这其实寄托的是晋端王对爱妾死后生活深切的担忧。他不希望院士到了极乐世界后没有充足的衣粮，他多么希望院士没有了他的庇护，依然能过得衣食无忧啊！不仅如此，考古队员还在墓葬的后室的东南和西南角落清理时发现了2个陶缸，陶缸中还残存着一些桐油。考古人员面面相觑，随后会心一笑，这其实是晋端王为院士准备的长明灯。尽管在今日油灯早已熄灭，我们还是可以想象，在刚刚下葬之时，黑暗的墓室里永远散发着温暖的光芒。关于这位小妾院士，并没有什么史籍记载他，我们也无从而知他是不是怕黑，但是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他与晋端王之间的深切情谊。除去墓室里的随葬品，晋端王对这位小妾的爱还藏在了墓室的结构上。3号墓的墓室极其特殊，它的内部全是石头砌筑，而1号墓与2号墓却是用砖。青石比砖更费时费力，同样的硬度也更高，在金钱上花销也就更大。不仅是材料的不同，而且3号墓的墓室修筑极为整齐平整，坚固非凡。这可是正宗的王爷和正妃都没有的待遇。晋端王与正妃的墓室都是使用砖块堆砌，一个小妾竟然能够僭越礼制，逾越规矩。墓室使用更加复杂的青石修筑，这可是大不敬。浓浓爱意跨越千年，让现在的我们都能够感受到。考古人员感叹之时，却发现这座墓葬使用的其实是2种修建方式。原来这座墓的券顶使用的却是砖块，这难道是晋端王想起了老祖宗的教训，决定按礼制来修建了吗？其实不是的，考古人员通过考察发现，这种特殊的修建方式还凝聚了晋端王独特细腻的心思。晋端王害怕院士的墓葬修得过于繁华，引来盗墓贼，故意在券顶使用砖块，掩饰下面更为豪华的青石墓室。不仅如此，考古人员在对墓葬进行3维结构扫描时，他们还发现3号墓的券顶缝隙处涂抹了一层青灰色物质，而这青灰色物质叫青膏泥，是一种微晶高岭土，潮湿时呈现青灰色，故称青膏泥。这可不是一种普通的泥土，它渗水性小，粘性大，常用来当作建筑的修补材料。为了防止墓葬进水，古人常用青膏泥作为修补剂，将墓顶缝隙处修补完整。可是晋端王的墓室却完全没有这个待遇，并没有用上青膏泥，修建的也没有那么精致。而剩下还未发掘的1号墓是晋端王的继妃墓，也没有如此殊荣。晋端王对院士的这份偏爱，不问礼法轻重，只将当下的呵护与珍视都化作墓葬中无声的印记，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藏在规制之外的温柔与执念。现在2号墓与3号墓都已经发掘完毕了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1号墓。同样的，1号墓从墓道开始发掘，考古人员也十分幸运地在墓道尽头发现了墓志。墓志上很明确地篆刻着明封晋端王继妃王氏墓志铭。原来这是晋端王继妃王氏的墓。王氏全名叫王凤。据墓志铭记载，王凤自小聪慧伶俐，端庄娴雅。嘉靖2年，也就是公元1523年，晋端王的正妃死后，王凤入宫。2年后，她被封为晋端王的继妃。嘉靖12年正月初时，晋端王突然发病去世。4个月后，王凤也因悲伤成疾，随他而去了。墓道被清理完毕后，墓门也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。1号墓的墓门是仿木结构建筑的形式，门两侧的形状是向外撇开，像一个八字，所以叫做八字墙。墙身涂有红彩、黑彩，描绘出团凤图案。墓门门额以黑、红、白、灰、绿5种颜色，在石条上彩绘出菱形花纹和如意云纹。光是墓门就得以瞧见墓主人生前的精致生活。更令考古人员感到惊奇的是，八字墙与门额的上方还有琉璃滴水和瓦当。
而木门和八字墙的正脊两端各有一琉璃小兽，绿釉沟头与滴水在檐下排列，龙纹在釉色中若隐若现，让这方门楼既有礼制的庄重，又藏着几分柔美的光泽。比较独特的是，这些琉璃通过专家研究，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琉璃可能出自孟家井窑。孟家井窑在明代烧制出了数量众多的琉璃，精致美丽，装饰性强。它是现在可确认的烧造太原城内宫殿官署、宗祠建筑琉璃的窑厂，甚至有官窑之称。能够用上这些高贵的琉璃，足以可见墓主人生前的高贵。这样精致的木门让考古人员原本期许着墓室里不少珍贵宝物，可他们还是失望了。打开木门，不由得大吸一口冷气。墓室早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，即使他们经过努力勘察和清理，也没能找到比较有用的东西。1号墓室似乎只剩下沉积的淤土和腐烂的木头。现在3座墓的发掘工作都已经结束了，这3座墓分别是晋端王与其正妃殷氏、继妃王凤和小妾苑氏的墓。那么这一男3女，他们生前有怎样的纠葛纷扰和爱恨情仇呢？考古人员通过出土的3块木纸和翻阅史书，终于复原了当年的故事。原来弘治2年，即公元1489年，朱之阳出生于晋王府，后来成为第7代晋王，也就是2号墓的主人晋端王。为巩固统治秩序和维护家族利益，晋端王和殷氏联姻，并为他生下丰润郡主，在王府中母仪天下，地位尊崇。然而命运的轨迹悄然发生转折。公元1507年，殷氏因病离世，正妃之位就此空缺，晋王府的后宫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。殷氏去世后，王府开始为晋端王挑选继妃。经过一番寻觅，来自阳曲的王凤进入众人视野。王凤出生于1508年，她自幼端庄聪慧，知守女训。1525年，王凤被册封为晋王继妃，但她在王府的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。彼时，小妾苑氏已在晋端王身边多年，深得宠爱。苑氏是殷489年出生在太原新县，8岁时便进入王府，最初侍奉朱之阳的生母彭氏。因他生性真淑，侍奉彭氏极为尽心，彭氏对他宠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端王母亲在去世时曾说道，在那么多的侍女中，能够合他心意的只有苑氏一人。后来他成为晋端王的侧室，朱之阳对他的宠爱日益深厚，这就相当于苑氏和晋端王有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，说是青梅竹马也不为过。虽然王氏年轻漂亮，但终究没有太多感情，更别说前面联姻的殷氏。晋端王对苑氏的宠爱非同一般，在苑氏生前，他就曾2次上书皇帝，希望封苑氏为夫人。然而2次都被皇帝驳回，原因无他，这根本不合规制。但晋端王对苑氏的宠爱丝毫不减，这份偏爱在等级森严的王府中，自然引起诸多波澜。身为继妃的王氏，虽位居正室之位，却并未得到晋端王的宠爱。面对晋端王对苑氏的偏爱，王氏心中难免滋生出复杂的嫉妒情绪。大家想想，无论是谁都无法容忍丈夫冷落自己，偏宠小妾。但她生性温婉，即便心中不满，也知道自己不能与苑氏正面冲突，也只是默默忍耐，在王府中维持着表面的平和。而苑氏虽然出身低微，却是个明白人，明白自己能够从奴婢变成受人敬重的主子，这一切都来自于端王的宠爱。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，为了能够在王府中站稳脚跟，行事极为谨慎，对正妃殷氏和继妃王氏都十分尊重，恭敬有加，从不恃宠而骄。可惜的是，命运并没有善待苑氏。1531年，苑氏因难产不幸去世，年仅43岁。晋端王悲痛欲绝，第3次上书皇帝，恳请皇帝追封苑氏为夫人。或许是看在他们2人之间情深意切，这一次终于得到嘉靖帝的应允，苑氏被追封为夫人。苑氏的离世让晋端王消沉了许久，王府中的气氛也变得压抑起来。
继妃王氏看着晋端王对院士的深情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虽身为继妃，在地位上比院士高一等，但却从未得到晋端王如此深切的爱意。但他依旧恪守本分，在王府中主持大局，尽心照顾晋端王的生活起居。院士去世2年后，晋端王与朝参在西书堂宴饮时，突然发病不能言语。王氏听闻后，急忙率宫使赶到他身边，拉着他的手痛哭。然而晋端王还是离开了人世。短短4个月后，王氏也因忧思成疾，追随晋端王而去，年仅26岁。临终前，他还挂念着王府的事务，叮嘱长史悉心教导尚未成年的王嗣。晋端王与正妃殷氏、继妃王氏、宠妾院士之间的故事，随着他们的离世渐渐落幕。他们的爱恨情仇也被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直到后世被考古挖掘，通过出土的墓志铭、矿志等文物，这段隐秘的往事才终于重见天日。3座墓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，但整个的考古工作还有一小节尾巴没有处理，那就是探查陵园遗迹。在中国已发现的明代藩王墓葬周围，大多都有陵园遗迹，虽然规模大小不同，但都彰显着王家气派。长期以来，各地区的考古队员一直都将明代藩王陵园纳入勘探发掘的工作之中。经过数天的调查，考古人员在墓葬的东部和北部发现了2处夯土墙遗迹和4个住处室。根据残存的结构，考古人员推测出，在当时这应该是一个面阔5间、进深3间、带回廊的一个建筑。整个陵园分为2个部分，分别是墓葬区和祭祀区，东西2侧还有2座神殿，在中门再往前，现如今还保留着2棵古柏。藩王陵园的红墙早被黄土漫了痕迹，不见往日恢宏气象，而当年所知古柏今已亭亭盖立，古老往事都被埋葬在历史长河中。那些为他3番上书求封的执着，超越礼仪制度的偏爱，都在时光里化作尘埃。唯有墓葬中残存的釉彩与纹路，还在无声诉说着这段被黄土掩埋的深情。更令人感到唏嘘的是，即使晋端王为院士考虑充分，对墓葬进行了多重防护，棺椁中竟连尸骨也不见一分。或许考古的意义就在于此，让冰冷的遗迹变得鲜活，让史书上简略的记载有了可触摸的佐证，让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过往变成看得见、读得懂的真实历史。保护好这些遗迹，便是守住了历史的细节，让那些深埋黄土的故事不至于消散成烟。当后人再驻足于此，或许仍能从风中的百叶声里听见一点关于爱与时光的回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